为什么说骡子怀孕必死？它们无法生育吗？都是马和驴惹的祸。你见过骡子吗？相信生活在农村中的小伙伴对这种生物一定都不陌生。但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骡子在很多年前其实是贵族们用来欣赏的宠物，直到后来才被人们用来干农活。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骡子的地位会如此一落千丈？它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众所周知，骡子是驴和马杂交的产物，所以一开始出现的时候，骡子还算是一种比较稀罕的生物。但是随着人们逐渐掌握了杂交技术，骡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它们的好奇，它们也就慢慢沦为了人们干农活的首要选择。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人工杂交出的骡子数量那么多，却从来没有见到过骡子产下的幼崽，难道它们没有生育的功能吗？虽然自然界中的骡子大多身体健康，并且各方面的能力都十分优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们仍旧没有突破生殖隔离的限制。有很多人一定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它们身上存在着生殖隔离，却能够安全地长大呢？其实这是因为自然界中不同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有很多种，其中大部分的生殖隔离都导致两个物种无法进行交配或是无法产生后代。而马和驴由于亲缘关系较近，体内染色体数量相差较少，并且交配方式也相同，所以能够很顺利地成功受孕。不过由于骡子体内的染色体数量为单数，虽然其他功能不受影响，但是却导致它们几乎没有受孕的可能性。为什么说骡子怀孕必死？它们无法生育吗？都是马和驴惹的祸。有人认为骡子之所以不能怀孕，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性功能，但事实却与人们想象的大相径庭。在人们对骡子的研究中发现，其实大部分骡子有着性功能，并且也能够进行交配，只不过受孕的几率非常小，所以才让人们对它们产生这样的误解。不过也有人认为，即使是骡子成功受孕，也很难将幼崽成功生下，甚至雌性骡子还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命。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科学依据吗？骡子无法生育后代这件事情从很早以前就是公认的事实了，所以古时候的人们认为，一旦骡子怀孕，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此为了避免自己以及家人倒霉，怀孕的骡子就会被人们毫不犹豫地杀死。除此之外，骡子怀孕必死与它们的身体构造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要知道，无论是哪一个物种，生育后代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对于骡子来说，它们没有能够开合的盆骨，所以在生产的时候，危险程度就会大大增加，很容易因为难产而丧失生命。它们的幼崽由于长时间无法完成生产，很容易在产道中窒息而亡。因此骡子怀孕不论是对它们自己还是对主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尽管骡子怀孕必死这句话有些过于绝对，但也是从人们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既然骡子有着生育的能力，那么是否有成功生产的案例呢？其实早在公元600年的时候，就有一只骡子成功产下了一只幼崽，并且这只幼崽很快就学会了站立，生活能力也没有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国同样发生了一起骡子成功生产的案例。2017年的时候，我国河北的一名农民无意间发现自己家的骡子剩下了一头幼崽，这让人十分震惊，并且经过后续的观察，发现这头骡子幼崽能够正常的生活。这两个案例也恰恰佐证了骡子能够生育的观点。可是骡子明明很难繁育后代，人们为何非要进行杂交呢？其实这是因为无论是驴还是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点，而它们杂交出来的骡子却能够集合马和驴身上所有的优点，不仅耐力更强，脾气也更好一些，在帮助人们干农活的时候，效率也会更高一些。值得一提的是，骡子其实不仅仅只有一个品种，如果是公驴母马产下的后代，那么就会被称为马骡，反之则被称为驴骡。这两种骡子的性情也各不相同，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骡子的品种。不过由于马骡脾气比较暴躁，寿命也不长，所以更多人都会比较偏向驴骡。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